可凉。世间哀愁，无知无休，离散却别我泪已从头。我愿山藏在我之后，让天下骨肉相守。我心向往雨纷纷，爱恨如土风的安详。我心向往烛火之光，美人格外荒凉。大王请看，这地图上的国家，在周天子时代曾经有3000诸侯。自平王东迁以后，大国吞并小国，到了三家分晋的时候，就剩了20余家。势力最强的为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7家。此后，这国与国之间的形势看似疆域时时在变，大国对峙之势却僵持了100余年没变。依张子所见，如今是不是又到了变的时候？这周天子之治与当今之事已经大良造，大王在里面吗？ 30-40年以前，大王正在与张子议事，我这就去通报。不忙，吴起与楚国变法，申不害与韩国变法，邹忌我就在此等候。大王可知道这种种变法的结果如何呢？都没有成功。为何不成功？变法害宗族之权，侵封臣之利，因此变法之臣不是不得好死，就是妥协退缩。就连我秦国的商君之法也差点落得个人死法亡。列国之中，诸君继位无不废新法复旧法，可只有大王您杀商君却仍然推行新法。这意味着只有秦国才有可能成为破局之国，改变这天下的运势。正是。这意味着不管结果怎样，都可以让君臣你我不枉此生，青史留名。大王说得好，大丈夫生当惊天动地，死则轰轰烈烈，绝不可无声无息，枉此一世啊！好，张子，敬你。敬大王。来。哎，大监，别只想着给大王倒，还有张仪呢。老奴迟钝，竟忘了张子海量。来，禀报大王，战报来了。司马错与公子华率兵丹阳大捷，俘楚军统领屈盖，大将军景翠与楚将70多人，斩首8万人。秦国得到了汉中郡。好，太好了。哦，大王，大良造公孙也来了。让他进来。可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又一声不吭地走了。算了，寡人过会儿再传他。是。母亲，老奴在。马上给寡人下旨，褒奖丹阳大捷的军中有功之臣。是。贺大王。来，张子。公子真替夫人争气。姐姐为何心情如此之好啊？妹妹来了。今日早朝，大王当着众人夸赞华儿勇冠3军，是降龙伏虎之人才。恭喜姐姐。华儿本来人才出众，这次得胜而归，她在大王心中的地位必然更不一般了。
张仪以6里假说600里，骗楚王上当，楚国发兵讨伐，却又丢了汉中。这可真是个天大的笑话。可不是嘛。你听说了吗？今日大王在朝堂上还新设了官位。有这事儿？封张仪为相邦，封司马错为少上造大将军。相邦？相邦这个官位可是秦国从来都没有的呀。难道大王为了重用张仪，因人设事？这连你都能看得出来呀。公孙衍原为大良造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，而如今权力3分，国政归张仪，军政归司马错，大良造的权力算是被架空了。如今公孙衍告病在家，不问朝政，大王对他也是越来越冷了。姐姐，大良造与我们同气连枝，他失势，那岂不就是你我失势吗？是啊，这也是眼下我最担心的事。大王政务繁忙，小臣只是偶然小恙，还有劳大王亲自登门探望，令微臣心中惶恐。爱卿是寡人肱骨之臣，爱卿久病不愈，大秦朝堂上不见大良造之踪影，实在让寡人食无味，寝无眠。大王言过其实了，我公孙衍如今在朝中，早已是无足轻重之人。啊，微臣刚刚听说丹阳大捷，还没来得及向大王贺喜。丹阳大捷，乃秦国君臣一心的结果。寡人历来深信，君王待臣子如手足，臣属待君王则如心腹，内外相依，上下相随，浑然一体。君王待臣子如犬马，臣属失君则如路人，陌路相逢，冷眼相对，君臣分离，背道而行。大秦若无君臣同心同德，哪有今日的成功？大王所言极是。上一次送来家书，王兄和母后的身体尚好，怎么才几个月就……都是张仪那小人害的，他卑鄙无耻，害我楚国，害我大王。说起来，还不是因为当年和氏璧失道，他在楚国曾经受辱，从此便对我楚国恨之入骨。大王在得知丹阳战败的消息后，便口吐鲜血，至今都卧床不起啊。当初我嫁到秦国，王兄和母后指望秦楚联姻，相互帮衬。不料才1年多光景，两国交恶，兵戎相见。难怪母后在信中会责骂淑儿无能。作为王后，一不能袒护母国，二不能阻止夫君近君子远小人，任凭张仪等奸诈之徒横行朝堂。淑儿实在是羞愧。王后不必自责，眼下就有一个机会，王后可为楚国周旋。请讲。只要秦王肯将被俘之楚将屈盖、景翠等人送回楚国，并归还汉中之地，这秦楚两国仍有重修旧好的机会啊。那伤于600里呢？这哑巴亏也只能楚国自己咽了。好，请转告王兄和母后，淑儿尽力而为。那在下告辞了。玳瑁姑姑，快给我梳妆，我要去见大王。王后现在就去，是否匆忙？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秦楚交恶，不然
有朝一日我们会在秦国都抬不起头的。大王对王后宠爱有加，王后慢慢劝说，说不定大王会回心转意，跟楚国重交就好。王后，魏夫人和魏少使求见，他们来做什么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他们这会儿来，定没安好心。那我告诉他们您身体不舒服。等等，还是见见吧。让他们进来。是。姑姑收好。好。臣妾给王后请安了。难得两位姐姐来我这里，快赐座。是。王后怀着身孕，不必为我们忙碌。我们是去看唐夫人，正巧路过交房店，又因前一阵子臣妾得了一些上好的枣花蜜，想这东西安神最好，特地给王后带来。多谢两位姐姐惦记。其实我一直吃得香甜，睡得安稳，什么安息香、安神茶之类，在我这儿都是多余的。果真如此，那王后真是好福气，在这后宫里能像王后这样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能够想得开的，掰着指头也数不出第二人来。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，有何想不开？人不一定做了亏心事才会想不开呀，人心贪婪，日思夜想也会坐立不安。臣妾就听说过楚国有蛇吞大象的奇观。魏夫人勿听谬传。王后是忘了，《山海经》中就有楚蛇吞象，3岁而出其骨之说呀。那是八蛇吞象，与楚国无关。哦，是吗？那贪图秦地600里，却丢了汉中600里的笑话，这总该与你们楚国有关吧？的确不是蛇吞象，那是猪吃老虎。这等蠢事被世人弹齿够笑，如坐针毡的滋味儿，王后该是领悟极深的。你们放肆！怎么，王后恼了臣妾？哎呦，臣妾跟魏少使本是真心来跟王后说闲话，给王后解闷儿的。若是讨不到王后的欢心，只能怪我等愚笨了。既然王后是心宽之人，臣妾说2句笑话，王后不爱听就当耳旁风便是了。其实这一阵子，宫里内外都在说那600里的笑话，大王听了数遍，依然说这笑话有趣得很。好了，王后安心养胎吧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珍珠，把这坛子扔出去！什么枣花蜜，明明是害人的毒药！是。王后不要理睬这等刁妇，他们就是故意来气你的，你气了就是招了他们的道。怀着身孕，凡事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。我正是为了腹中的胎儿，才更忍不下这口气。我是楚国第一公主，嫁入秦宫为后，楚国兴，我则地位稳固；楚国弱，我则危机重重。那魏延还不是因为看到我王兄被张仪戏弄，丢了土地又兵败，才趁机来羞辱我。如若秦楚真的交恶，我这腹中的孩子也会受到牵连，前途堪忧。玳瑁姑姑，你去把芈月找来。我现在分寸全乱，
我想要他给我出点主意。王后也太相信芈月了吧？世人皆知，芈月与那张仪往来甚密，害苦了我们楚国的就是张仪那小人。我不信芈月会眼看着母国衰败，那可说不准。玳瑁姑姑，给我梳妆，我要去见大王。此刻就去吗？此刻就去。一定要去吗？一定要去。姐姐，姐姐，哎，月儿，你来的正好，与我一同去。姐姐要去哪儿啊？去宣誓殿。姐姐，去不得。为何？姐姐刚见了楚国使臣，就要去宣誓殿。那姐姐是以秦国王后的身份，还是以楚国公主的身份去见大王？自然是秦国王后的身份啊。那姐姐就要去恭贺大王，秦军丹阳大捷，获取汉中。你昏了头了？不是芈月昏头，是姐姐一时气血冲头，打算做绝不可做之事。我虽是秦国王后，但也是出身楚国的嫡公主。两国交恶，母国受到伤害，芈叔更该挺身而出，义不容辞。姐姐诧异，两国相争，姐姐若想说和，就该有适宜的说和之词。若只是一味的偏袒母国一边，会让人以为姐姐嘴上说自己是秦国王后，可行事却还是楚国公主。姐姐是后宫女子，嫁夫随夫，不该贸然干政。大王是我夫君，这事也是我家事，你若怕事，就不要去了。姐姐火急火燎，即便劝谏，也切不可情急。姐姐，姐姐，这次秦军占领了汉中，拔掉了楚国往日插在秦楚之间的楔子，将关中、汉中连成一片，对周边六国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压迫态势。长子，你立下头功，寡人敬你一杯。谢大王。大王宏图在胸，张仪乃是局中一走卒罢了。敬长子，敬长子。王后，大王正在设宴庆贺丹阳大捷。我要见大王，让我进去。如果让王后进大殿，小的担待不起。让我进去。不能进，王后。让我进去。让他进来。臣妾参见大王。王后本该在交房殿安心养胎，贸然来此有何事？臣妾有要紧的话说给大王听。秦楚两国相邻，唇齿相依，双方兵刃相见，实在令人痛惜。眼下战事早已结束，王后用不着为此焦虑。既然战事已罢，难道大王就不想与楚国重修旧好？如何重修旧好？抚慰并释放俘虏的楚军兵将，归还楚国汉中之地。唉，王后爱乡心切，希望两国交好，就不该让秦国割肉去补楚国的脓疮。秦楚两国交战，楚国出兵在先。如果这次赢家是楚国，难道楚国还会释放我秦军之将领，归还我秦国之土地吗？秦楚交恶都是因为你张仪行事不端，你怎有颜面立于朝堂之上，还说三道四？这里是秦国的朝堂，我张仪拿的是秦国的俸禄，我上对得起秦王，下对得起秦国的庶民，为何没有颜面呢？列强纷争，楚国乃强国之首，我张仪不去谋划那些小国，偏偏针对兵强国富的楚国，还不是因为楚国行事不堪，自取其辱？你张仪行骗，竟责怪我们楚国的不是。哎，楚国国君贪婪，与我秦国联姻，是为了贪图我大秦商於之地600里，数次讨要不成，企图联合齐国出兵伐秦。难道我秦国不该奋起反击吗？
为王者厚德载道，臣妾恳求大王清除朝廷奸佞。寡人用人以德为本，满朝文武以忠为纲，何来的奸佞？世人皆知那张仪乃是反复无常的奸佞小人，秦国以他为相，定让列国笑话我秦国小人当道。大胆！我大秦建国数百年，从不允许妇人干政。你不识大体，强闯大殿，辱骂重臣，顶撞寡人，哪里配得上一国之母的身份？大王，臣妾苦口婆心，良言相劝，只求大王清除枉媚，以振纲常。闭嘴！王后已经神志不清，来人，在，即刻送王后回宫，面壁思过。大王，王后身子重，大王，臣妾还有话，奴婢送您回宫。大王，大王，臣妾还有话还没说完呢。王后，大王，王后，快叫太医！禀大王，王后的脉象时速时缓，太微不可有大碍？臣已让女医治为王后扎了几针，以稳胎象。从今日起，王后不可随意走动，不可操劳忧心，更不可情绪大喜大怒。你们可听到了？奴婢不敢有任何怠慢。既然王后养胎，不可操劳忧心，这后宫事务还是重新交还给魏夫人，让唐夫人协助着办理。是。王后需要静养，从今日起，后宫嫔妃们来向王后请安，只在门外，不得入内。王后没有寡人之令，不得离开交房殿，大门给我关好，免得闲人打扰王后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姐姐，大王！夫人重掌后宫，可喜可贺。恭喜夫人！不过是王后不能理事，少不得再辛苦我一些，也好为大王分忧解难，为各位姐妹操心吧。姐妹们一向体谅我的辛苦，如今也只是依照旧例办。各位姐妹，请坐吧。谢夫人。上茶。姐姐，这是我给你备的贺礼，恭喜姐姐。虽说王后不能立誓，但是王后的应签孟昭氏已经侍寝，按理说，这后宫设宴应该请她一起。姐姐说的有理，他们来不来是他们的面子，我们请不请是我们的本分，免得让人家以为我们这边分帮分派似的。我给魏夫人说了，可她说处女休想再翻身了。王后身边那几个应女被扫地出宫，那是迟早的事。不到最后尘埃落定，一切预言都为时过早。恭贺夫人重掌后宫。恭喜夫人。还不快把门关上！姑姑，外面在闹什么呢？今日风大，外面树叶被吹得哗哗的。珊瑚，去把窗子关上。是。往后时候不早了，早点歇息吧。姑姑又何苦要骗我？
宫里本来就是如此，攀高踩低的。别说那些嫔妃们，就是内侍婢子们，跟了得了势的主子，即可耀武扬威；跟了失了势的，马上抱怨连天。从小到大，我在储宫里看得多了，只是没想到会轮到我头上。王后别急，还有不到2个月，胎儿就足月了。只要您能生下一位小公子，这后宫还是你的。哪有那么容易？2个月足够宫里风云变化几回了。王儿落地前，大王若仍恼怒于我，就算这孩子生下来，也不会讨大王欢心。现在想想，芈月当日拦着我，也真是一片好心。芈月呢？她怎么没来看我？平日里我有什么事情，她都在我身边与我商量的。哦，也是。大王不让任何人进入教坊殿，也把月妹妹挡在外头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玳瑁姑姑，这是王后赏给你的。这不年不节的，王后何以赏我？孟昭氏，你是王后的陪嫁应女，自你到秦国，王后一直把你看成心腹之人。论亲疏，芈月是王后的亲妹妹；论容貌，那景氏也不输于你。可王后还是选中你首先为大王侍寝，可见她对你的器重。是。因此，你与王后一荣俱荣。眼下王后正受挫折，身处困顿，正是用人之际。你要用心好好服侍大王，让大王对王后回心转意。王后对臣妾恩宠有加，臣妾定不辜负王后。大王，大王，芈月有一事不明，要向大王请教。说吧。芈月听说，咸阳有一女子，在家是好女儿，在外是好媳妇。有一日，娘家人和婆家人一言不合，动手打了起来。都喊那女子帮忙，弄得那女子好生为难。大王，可有处置的办法？若那女子想做婆家的好媳妇，就该一心帮着婆家；若她想做娘家的好女儿，那就休婚，回娘家去吧。难道就不能两全？不能。也没有是非对错？当然有。那谁对谁错，谁来评判？那就要看谁人说对谁说。怎么说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大王，芈月为了王后的事情，已经往大王的承明殿跑了好几次了。那小丫头倔强，但对王后倒是忠心耿耿。既然如此，不知为何王后安排身边的应女侍寝，却从来没有芈月。谁都能看得出，芈月的心思不在这里。
回去替寡人传旨，把楚国那些被俘的将领们都放回去吧。是。哎，你这是把寡人往哪里带的？大王要去哪儿啊？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的。大王日日忙于公务，难得到园子里转一转。前一阵儿啊，这儿的菊花开的是要多好有多好啊，眼下呀都快开败了。拜见大王。免礼。你们在做何事？今日是吉日，臣妾特地沐浴更衣焚香，前来采集花草，以供奉在臣妾房中神龛面前，替大王和王后祈福。为寡人和王后？是。都祈了什么福啊？大王英勇神武，威冠群雄。王后贤良淑德，风华绝代。臣妾想祈求上苍的神灵，保佑秦国风调雨顺，保佑大王和王后恩爱和睦，更要保佑大王即将出生的嫡子康泰平安。只是祭祀祈福要有虔诚之心，你这花红柳绿，只怕诸神会怪罪。你还是洗净脂粉，重新沐浴更衣，再做吧。姑姑，您看我舞的如何？你这剑是打哪儿来的？是魏少使的儿子公子撞的。你拿人家东西干什么呀？是公子撞他丢弃的，我在草丛中捡到的。你看，都生锈了。呼，嘿，吼，呼。他好久不见主人，思念得很呢。他是思念草原的风声，旷野的辽阔，想让我带他出去。你不会真的想要离开这儿吧？我一直打算，只要找到幕后真凶，报了仇就走。可直到今日，一事无成。眼下舒姐姐又有磨难，我自然更是走不了。所以你郁闷得很，就来找她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事事都毫无头绪。你有难处，何不去求我父王开恩帮忙？世上可以欠钱，但不可以欠人情。大王若是开恩，我两手空空，无以回报。你是王后的陪嫁，你可以侍寝呢。父王可以给你名分，为你遮风挡雨。你知道我心里有人，虽然他已经不在了，可他一直在我心里。树上的叶子已经开始发黄了。孟昭是这个无用的东西，奴婢花了那么多钱疏通，他好不容易见了大王，竟然几句话就被大王打发了。这事怪不得他，大王本来就对他淡淡的。大王的心思太难猜，难也不难。大王看重心思聪颖，胜过脸蛋俊俏。后宫中像芈月那样的女子，凤毛麟角。只可惜芈月不肯，不然大王那边……王后诧异，幸亏芈月不肯。王后想想，要是芈月肯了，王后会真的高兴吗？我有什么高不高兴？肚子里怀着大王的嫡子，却被禁足在此，见大王一面，都成了奢望。好在
幕间隔三差五的替大王来问候。那只是例行公事。大王并非儿女情长之人，人不见，情就更淡了。示威示威，胡不归呀？谈何容易！相位在那边等待先生已久，魏王已经在边境调派人马，随时准备迎候先生入魏。先生还在犹豫什么呢？我和秦王虽然意见相左，但我仍然是秦国的大良造，怎可轻言离去？不求封百里侯，但求展平生怨。先生与商鞅皆是百年难遇之奇才，有其可居于一国一域、一人一情呢？纵观列国数百年风云，有几个国君真的能够以国相托？其有管仲，但管仲之后再无管仲。秦得了一个商君，不会再有第二个商君了。大丈夫伸展才能，改天换地。先生与其在秦国与秦王论短长，莫如回魏国，与秦国争短长。你回魏国，替我转告魏王，多给我一些时日，容我筹划。大王，嬴夫人派人送来了急信。明日，寡人要去北郊行宫，你就不用跟着去了。是，大王。还有，去告诉魏夫人，寡人会在嬴夫人那边住上几日，后宫之事就交给他吧。是，大王。姐姐，妹妹来了。姐姐，你听说了吗？大王出宫了。母亲刚才来过了，说大王去了北郊行宫，要在那儿住上几日。眼下王后被禁足，大王又不在宫里头，你去给永相令景离传个话，就说让他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妹妹明白。你们快些收拾好了，就准备午膳吧。再有多半个时辰，芈月就该回来了。好。给我拿下！你们想干嘛？魏少使之子公子壮丢失了一把宝剑，魏夫人命人彻查，终于发现了行窃之人。大秦有秦律，秦宫有宫规，在下只好不客气了，带走。你干嘛？你干什么呀？你们干嘛？哎，放开！不，小冉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小兔子，老这是实点！芈月所住之处，无论何事，只有王后才有权处置。你们魁姑，大王要王后静心养胎，他什么事也管不了。如今呢，是魏夫人奉旨主持后宫。走！不行，小冉，姑姑，快去找芈月！快！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
万千树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入骨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倾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